大家好，我是平民收藏家阿宗，热爱美丽事物与推广藏品知识。美丽的事物成就历史，也历经地球美丽的过程。您们的订阅是我下次更片的动力。这次主角为历史纺织品。最近看了英国收藏家何其斯 Chris Hall 将近3000件中国纺织品捐赠香港故宫的新闻，让我再次思考，这些以丝为笔、以针为墨的艺术，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时代故事？纺织品小故事。清乾隆年间是中国古代纺织工艺的巅峰。清宫档案织造档记载，乾隆帝为彰显国力，命江宁、苏州、杭州3织造局制作御制龙袍，用于登基、万寿与祭典。设计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i， 由苏州织造局监制，以缂丝与金线绣工法完成。其中最著名者，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黄缂丝龙袍。档案中载，奉旨照郎世宁徽样，织制明黄缂丝五爪正龙吉服袍一袭，江宁织造共进。缂丝是以断金换纬的极细工法制成，花纹细如画卷，1寸丝线可换线上千次，往往需历时数年。乾隆帝在诗作《御制咏缂丝》中赞曰：“巧夺天工传锦绣，丝丝织出万年春。”此袍曾用于乾隆祝寿大典，晚清流散民间，20世纪初由故宫重新收藏，如今展于故宫服饰馆，并录于《故宫服饰全集》与清代皇帝服饰研究，成为中西艺术与华夏织艺融合的巅峰象征。一件用时间与丝线织出的皇者荣光。经典5种纺织收藏。1. 清代龙袍。乾隆明黄缂丝龙袍，嘉庆蓝地金龙袍，象征皇权与礼制的最高工艺，以金线、缂丝、云海江崖纹见长，现存于北京故宫、台北故宫与私人收藏中。在国际拍卖市场，乾隆龙袍常见成交价20万至30万美元，保存完整、配件齐全者可突破50万美元，属于历史与艺术兼具的顶级收藏。2. 明清补子。明代文官鹤补，清代武官师补，象征品阶与地位，绣工精细，图案寓意吉祥。如鹤象征高升，诗寓勇武，常见于故宫典藏与欧美古董市场，行情依保存与稀有度而定。普通补子一对约1万至3万美元，若为罕见兽纹或早期明代作品，可达5万美元以上。3. 宋锦残片。例子：南宋云凤纹锦、花鸟锦，以高密度丝线与细腻图样闻名，被誉为寸锦寸金，多作为佛经装帧或画卷边饰。市场流通以小片为主，一块约8000至15000美元。若为完整卷轴用途，价值可上升至3万美元以上。4. 清代满族旗服。晚清宫廷女吉服袍、时清常服袍，融合满族骑射文化与宫廷审美，常见马蹄绣与福寿花纹刺绣，刺绣精细，色彩保存良好者，在苏富比、佳士得等拍卖会上，成交约1.5万至2万美元。若为金线绣或帝后级款式，价格可高达5万美元。5. 民国刺绣屏风。例子：沈寿学派双面绣屏风，苏州市女图刺绣，兼具艺术性与生活装饰功能，以乱针绣、双面绣展现立体层次，在中国嘉德、保利拍卖会中屡见成交，行情约3000至1万美元。若为名家落款或外销展览品，可达2万美元以上。纺织品保存与修复挑战。纺织品是最脆弱的历史文物之一，丝、棉、麻等天然纤维会因光照、湿度与温度变化而老化、褪色或脆化，保存时必须保持恒温恒湿，约20摄氏度，湿度50%，并避免阳光直射与折叠压痕。在修复过程中，专家会使用显微缝合与铜制纤维补织技术，用极细的丝线补上断裂处，同时维持原貌。任何化学清洁或过度上色都可能造成不可逆损害，因此能看到一件数百年前的龙袍或宋锦，不只是技艺的奇迹，更是保存者耐心与时间的胜利。
个人想法总结。看完赫奇斯捐赠故事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有人愿意把自己一生热爱的收藏，从手中交还给历史，让更多人能亲眼看到，亲近那些丝线里的美。收藏不只是拥有，更是一种传承，也提醒我们，真正值得收藏的是人对文化的敬意与温度。最后提醒，收集藏品与奢侈品，请符合个人经济能力，当理性的消费者。对于收藏而言，必须收得起，藏得住。此为 OpenAI 生成相关知识并加入个人想法。使用 ChatGPT 与剪映制作影片，可能图文不符或说明错误，仅供参考与学习。也欢迎留言交流。最后记得，一定要订阅，让您下次还能看到优质影片。感谢收看。